那么最近几年呢，大家看电视里面经常有这样的内容，你包括电视连续剧《中国远征军》《我的团长我的团》，那么使很多观众朋友了解了中国远征军的历史。那么我们掀开历史的封尘，你会发现当年的中国远征军有非常多的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那么呢，我们在回顾远征军的历史之前呢，咱首先得和大家说清楚，中国远征军是干什么去了。这是1942年我们第一次派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然后1943年呢又派第二次远征军入缅甸作战。那么这两次作战呢有一个大的背景，缅甸这个地方呢一直归英军控制，那么日军呢也想呢把整个缅甸拿下，盘踞在东南亚，以战养战，来获得整个亚洲战场上的这种局面上的控制。那么对于中国来说，这个事情特别重要，因为当时呢抗日战争开始打了以后呢，日本基本上把海上都给封锁，那么呢也从东北层层往前推进到华北、华中、华南、西北。那么当时蒋介石的政府呢，我们知道后来挪到了陪都重庆，那么也就是西南这一块被称为抗日的大后方。如果日军这个时候把缅甸占了，就等于两面夹击，他在你大后方随时都能打到云南来，那么整个抗日战争的局势将不可避免的走向恶化，我们将会腹背受敌。所以缅甸这个地方对于我们来说战略意义很重要，这是第一。第二呢，海上封锁，你已经运不进来什么物资了，在陆地上呢也只有西南这一块。1938年呢我们竣工了一条滇缅公路，滇缅公路呢是当时中国大陆抗日战唯一的能接到国际援助的一个补给线，特别关键。从这个缅甸过来，从云南入境，滇缅公路。那么如果这条公路再因为日本人占领缅甸，把英军打败了，把咱这条路给切断了，那么我们将和外部你什么美国、英国援助咱们，物资根本都进不来。盘旋在中缅边境的滇缅公路，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宁静，人们很难想到70多年前，来自云南的20万百姓用双手、锄头、铁镐等简单的工具，仅用9个月的时间就修通了滇缅公路。1938年8月，滇缅公路正式通车后，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崎岖的山路上跑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卡车。以后的3年中，滇缅公路共抢运了约50万吨军需物资。当时中国抗战后方所需要的汽油、橡胶、汽车配件和90%的药品、钢材、棉纱都需要从西方进口。如果日军切断滇缅公路，中国国内各种战略物资最多只够维持3个月。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保卫滇缅公路就是保卫中国抗日的生命线。而且与此同时呢，和英军也签订了中英军事同盟。而且英国的部队呢，当时面临着日军的进攻，英国既要在亚洲战场，又要在欧洲战场，而欧洲战场是他的主战场，对抗德国法西斯。所以英军当时感觉到孤掌难鸣，就近就向中国政府请求支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呢，在1942年和1943年2次派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那么第一次1942年派远征军，总体来说可以说是大败亏输，没有打过日本人，而且战况非常惨烈，当时的装备各个方面都不如日本鬼子。结果当时打到什么程度？当时杜聿明呢带着有5万人返回国内的时候，经过缅甸野人山，就是现在的胡康河谷，大约有3万将士把生命撂到这儿，非常惨烈。1941年12月，中英军事同盟形成。由于英国过于高估自己，不愿中国军队深入自己的殖民地，一再阻挠中国远征军入缅。然而1942年1月，日本对缅甸仰光展开进攻后，英缅军一路溃败，急忙中请求中国军队入缅参战，但此时已经失去作战先机。缅甸保卫战最终失利。第一次中国军队入缅作战，日军伤亡约4万5千人，英军伤亡1万3千余人，而中国远征军伤亡达5万余人。由于缅甸战略意义重要性，
中国在滇西重新组编第2批远征军，并且先后空运了大批中国军人至印度接受美军训练，装备美式装备。那么第二次呢，43年再派远征军的时候，那个时候日本占领了缅甸，把滇缅公路切断了，甚至顺着滇缅公路一直打到怒江，围着怒江形成两岸对峙。那么当时怎么样派部队过去呢？一个是第一次远征军的时候，动用了10个师的军力，其中后来有5个师留在印度接受美国装备和训练。这第二次又派17个师过去，前后加起是22个师。所以第二次中国远征军的力量比第一次要强大得多，而且接受了美式装备和训练之后呢，战斗力大幅度提升。那么第二次远征军呢，可以说中国军队大获全胜，把日本军队的势力基本上赶出了缅甸，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溃亡。中国驻印军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经过1年的整训，练就了丛林作战的过硬本领。1943年3月，驻印远征军新38师先行开进野人山区。1944年4月，驻印远征军与美军联合围攻下了密支那。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滇西远征军开始强渡怒江。1944年9月7日，滇西远征军经过血战，攻下松山，全歼守敌。1944年12月15日，新一军攻克了巴莫。1个月后，驻印军占领南看。1945年1月27日，滇西远征军、中国驻印远征军会师畹町。第二天，滇缅公路打通。3年间，在付出了10余万年轻生命的代价后，中国终于和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连接在一起。他们面对镜头都展现出了久违的笑容。第二次远征军是43年下半年到45年初，历时大概有1年半时间，最后收复了整个缅甸，又进而把云南失去的土地又都收回来了，所以为抗日战争最终走向胜利呢，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那么有关中国远征军的势力呢，咱们几乎一期节目没法把它说完。抗日战争为什么打8年呢？日本鬼子势力非常强大，咱们中国是最后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最后才获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那咱们说，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和云南的历次大战当中，有几场是很有代表性的。比方说1944年6月份松山之战。松山位于怒江西岸，扼守滇缅公路，宛若一座天然的桥头堡。据报告，驻守松山的日军共1000多人，机枪10余挺，而攻打松山的军队兵力超过3万人，是日军的30倍。夺取松山当无悬念。1944年6月1日凌晨，中国远征军左翼在30架美军 B-25强力轰炸机掩护中强渡怒江，随即开始仰攻松山。士兵们搜索前进，500米，枪声未起；200米，日军仍然沉默。战士们心中突然涌起一丝不祥的预感。突然间，无数烟柱腾空而起，滚滚黑烟吞没了士兵的身影。日军机枪响了，上百架机枪、手榴弹、山炮从隐蔽的地堡中喷吐火舌，交叉射击。冲锋了多少次都失败，将士死伤无数。为什么这样呢？说他不才1000多人吗？这个地方日本人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在底下修各种各样的堡垒和翻成串，坦克车在里头地下都能自由往来，而且地面上呢，先铺木板，再铺钢板，上面再土石，完了在上面再有栽的树，就是整个它的工事修筑的非常坚实，而且极科学，每个地堡之间互相能连上，而且都有那种出气孔和射击孔。这个射击孔交叉的火力，有人后来考察一下说，就这个鸟想从飞过去，一个鸟都飞不过去，都在它火力点范围之内。所以它这种设计使本来就易守难攻的这个松山变成了一个难啃的硬骨头。结果打了几次，死伤太多，没办法冲不上去。本来以为呢，空中呢有美军的空中轰炸力量，给他山头一通轰，那还拿不下来。结果人家龟缩到地堡里头，这轰炸对他们不起作用，
你一上来噼里啪啦火力往上来，当时的长官副军长李弥发现不行，就一看这种打法不对，李弥知道灵活的马上转战术，他说咱不能这么打，咱这么打的话呢，他这噼里啪啦火力点这么旺，我们还不知道他在地下哪儿，太吃亏。咱这样一步一步推进，前进一块是一块，前进一块是一块，所以采用步步为营的战术，凭借人数的优势、火力上的优势往上攻。但是日军呢，当时在这个松山地堡下面呢，存了大约得有半年的粮食，而且有充足的弹药。结果这仗打来打去，越打我们死伤越重。一段尘封70年的历史，一条公路的殊死争夺，一段走出国门的铁血生涯。40万中国远征军血战缅甸战场，抗日杀敌，立下不朽战功。而他们最终归于何处？老梁观世界为您揭秘远征军，撩开历史风尘。但这个地方非拿下不可。最后蒋介石在后方指挥的时候都急了，怎么这仗打了3个月，这个地方拿不下来，滇缅公路贯通不了，这怎么干的？蒋介石在9月初的时候下了死令，我限你在918国耻日之前必须拿下。最后李弥打的都红了眼了，弄个钢盔带着自己领兵往上冲，副军长领兵往上冲，最后下来的时候身上2处负伤，人都走形了，那衣服都破破烂烂的了。在这个时候呢，李弥也是非常冷静的，和美军的军事顾问研究了一下，说我们总冲不过他这个地堡，咱既然地面没法打他，咱就想想地底下吧，挖地道。这个时候呢，美军强大的装备也来了，火焰喷射器。这火焰喷射器就保证了什么呢？能够在地面把你火力压着，然后这样呢，我在地面上呢，他假装继续轰炸，其实美军的步兵兵在底下已经挖上地道了，这样挖到他地堡底下，往里边塞上几吨的炸药，最后在9月6号引爆这炸药，咣，这一炸，这把日本鬼子炸崩。这哪儿这炸药炸了？结果这个时候大兵掩杀上，最终才把松山这个阵地拿下来。在松山战役中，远征军阵亡7000余人，击毙日军1000多人。中国军队用几乎6比1的比例换来了关键的胜利。如今山顶爆破后留下的大坑依稀犹存，这片血肉浸染的土地上几年都寸草不生。当然这个战场上呢，不仅仅说是一个松山之战就能代表中国远征军，中国远征军呢也有以少胜多打得比较漂亮的仗，也有在伤亡比例上呢重创日本人的仗。其中这样的仗有一个功臣是一直被我们反复提到的，就是孙立人将军。这个孙立人了不起在哪儿呢？第一次远征军的时候，他是38师师长，长官是杜聿明。当时第一次远征军的时候打败仗了，杜聿明呢就指挥说咱们顺野人山撤回去，只有孙立人不听他的，公然抗命，就是你从那儿走啊，地形险恶，咱们死伤必重。孙立人呢跟着史迪威呢带着部队跑到印度去了，就压根没听杜聿明的。也恰恰这一招使孙立人的精锐部队得到保留，在第2次远征军当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杜聿明呢就要38师还跟着他走，指导的应付部队。孙立人呢就讲，他说前面是原始森林没有人员，什么都没有，这么大的队伍的时候到里面去的时候不是边就是饿死，不是饿死就病死，咱也是什么叫恍惚的事。他就对不起，我要救我的军队，我不能够让他们这么牺牲我向敌横走。所以当时孙立人是敢于抗命不遵的，极有主见的这么一个将领。后来孙立人是罗斯福也给他发了勋章，当时英国国王也给他勋章，蒋介石也给他勋章。可以说他在这个滇缅战场上，在一定程度来讲给中国军人长了脸了。他后来在印度接受了美军装备之后，返回到滇缅战场，他就第一个拿下了一场大胜仗，叫延安羌大捷，向世人证明中国军队在得到装备之后战斗力是相当了不起的，这等于给中国军队长了脸。当时蒋介石就通令嘉奖了孙立人，而孙立人带着自己的兵去印度的时候，其实等于仓皇的跑到印度。那时候这印度驻守英军本来是英国部队吧，
在这个滇缅战场，孙立人的部队呢是掩护英国人撤退到印度。等孙立人的部队到了中印边界的时候呢，哎，英军摆谱，你别进来，你们要进来这么都给我缴枪，然后当难民似的我们接待你。你说孙立人能不来气吗？说别管那个，把咱武器都扛上，雄赳赳气昂昂列队就准备进来。正这个一触即发的时候呢，有一个英军的军官在滇缅战场跟孙立人认识，现在在印度的医院治病。一听说这个事儿，说你可别惹孙立人，那可不是好惹的。这么着，英军派人呢以慰问的名义到孙立人部队，一看呢，这些人是啊，在战场下来也挺惨的，穿的破破烂烂，脸色憔悴，可是一个个呢精神头不错，而且扛着迫击炮、重机枪。这点英国人挺纳闷，为什么呢？英国的军队呢，在那被日本人打的往印度跑的时候啊，为了能跑得快点，连衣服都不要了，更别说枪了。说怎么你们还这么老远能把这个机枪、迫击炮都扛过来呢？孙立人说：“枪是我们军人的命，枪丢了我们还要命干嘛？”英国人一听感到很佩服，说孙立人带兵确实有一套。就这么着，孙立人带着他的部队，带着他的枪，进入了印度境内，获得了英军士兵的和军官的尊重。在这儿呢，接受了美国人武装。再组建军队的时候，孙立人的部队整个战斗力大幅度提升。出征缅甸，立下汗马功劳，享誉世界的中国远征军，后来又有着怎样的经历？老梁观世界正在为你播出，远征军撩开历史风尘。那么我说到这儿呢，咱们可能有不少朋友也关心，说我知道啊，这个远征军战场上啊，国民党有不少出了名的将领，你像杜聿明、廖耀湘啊、韦立煌、郑洞国、李弥、孙立人，说这帮人后来啊，基本就听不着他们怎么回事了。这是为什么呢？咱们这儿呢，可以给大伙说说这些将领后来都怎么样。熟悉解放战争的朋友会知道，在辽沈战场上，郑洞国当时驻守长春，就他们从远征军那边打完了，抗日战争胜利了，调回到国内呢，大部分的都到了淮海战役战场和辽沈战役战场。当时在辽沈战役呢，韦立煌当时任东北战区的司令员，驻守沈阳。廖耀湘兵团呢，是后来在锦州啊、黑山、大虎山的这一带。我们知道廖耀湘后来呢，跟林彪的部队打仗，最后被那个我们阻击到这个黑山、大虎山这一带，这才保证打锦州，四野当时打下来。那么这些人严格意义上说，韦立煌当时错失战机，蒋介石对他很不满。等郑洞国呢，48年呢，咱们围困长春，说郑洞国投降了，孙立人在台湾那边不受重视，被软禁了。等剩下这些人，你看杜聿明是淮海战役被咱们给俘虏了，59年才从抚顺战犯那边释放出来，改造所释放出来。韦立煌是这种情况，郑洞国这种情况，廖耀湘。那么这些人都是辽沈战场上的失败者，也是淮海战役的失败者。在这样情况之下，你让跑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当局怎么宣传这些人呢？所以那一头不提这个，这些高官呢，现在他不管什么样，他毕竟呢还算是部队里的人上人。可是有相当多当年远征军里的士兵，这些老兵现在多数都80多岁了。我们做过一些节目发现呢，他们有的呢生活很困苦。那么这些年呢，中国的民间组织还有我们的政府积极开始找这些老兵，因为这些人在抗日战争这个问题上都为我们这个民族立下过汗马功劳，我们这个民族不能忘却他们。所以这几年呢，我们政府呢和一些民间组织积极的寻找这些远征军的老兵，并且给予他们一个安和的晚年。我认为从这点来讲，这不仅仅是人道主义的问题，这也是代表着一个民族的记忆，一个民族的良心。火焰是怎样的滋味？这一个不以吃为目的的场合，菜品该如何选择？从1949开国第一宴，到1972中美破冰之宴，再到2008奥运国宴，数十载历史沧桑变幻，我们的国宴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在这些频频举起的酒杯之后，又传递着怎样的外交含义？老梁观世界为您深度解析舌尖上的外交。我们看呢，这些会员他有一个条件，
说你这个厨艺本身得高超，这不用说了，他们个个都是顶级厨师。更重要的是呢，这些会员他首先得是各个国家，比方说国宴的主要厨师，或者是伺候王室成员、伺候某个领导人的专职厨师。你得有这样的资格，你才能加入这个御厨俱乐部。那么世界范围内能够参加这个御厨俱乐部的，不光是你的这个水平，也不光说你刚才我们说他的来历，还有一点，往往这些厨师来自的都是对世界有很大影响力的大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中国。为什么呢？这就揭示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御厨伺候的不光是本国的领导人，他很多时间用来琢磨什么呢？伺候的外国领导人。就你外国领导人到我们国来访问来了，我怎么让你吃好了，让我这个国宴既有档次又显得温馨，对客人尊重。那么说他们在一块交流什么呢？最重要一点是要学习你们国家最好吃的东西怎么做，我们国家最好吃的东西我教给你，互相交流。为啥？这保证万一你的领导人来了，我会做你们国家的风味的。这是一个。第二个交流是什么？领导人的饮食习惯。奥巴马愿意吃甜的还是愿意吃咸的呀？这个你比方说这个奥朗德，法国刚上来这位，吃法国大餐都有什么偏好？是愿意多加点奶酪啊，还是里面多加点糖什么的？每个人对吃都会有个人喜好，作为国家元首或政要也毫不例外。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出了名的不挑食，她钟情天然食品，尤其是天然的绿色果蔬，御厨们都喜欢为她烹饪。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滴酒不沾，但喜欢巧克力，并将奶酪驱逐出爱丽舍宫。不过，法国现任总统奥朗德又将奶酪带了回来。此外，奥朗德还十分讨厌洋蓟。德国总理默克尔则尤其喜爱法国菜肴。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喜欢甜菜根儿，但第一夫人米歇尔却钟爱水果和蔬菜。马里兰蟹、牛肉、芦笋、欧洲萝卜、菠菜等频频出现在他们的餐桌上。而克林顿夫妇则喜欢吃没有脂肪的食品，而且几乎放弃食用奶油、酱汁，常常只吃面条、沙拉和鸡肉。事先都得打听好了，就既学习对方国家饮食文化的精髓，同时要学习一下那个领导人他平常有什么一些喜好，得了解。然后呢，我这边做这国宴的时候呢，能把这些东西加进去。因为我们都有那句话嘛，说一个女人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首先抓住他的胃。对于各国领导人也是，你到另外一个国家陌生的地方呢，可能饮食不习惯的，突然间人家给你做的就你家乡菜，都是你最愿意吃的，你说你心情好不好？这心情一好，两国之间交流谈事儿，在和谐友好的氛围中进行，就有可能结出友谊的硕果来。所以说这些厨师呢，他都有个宗旨，就在饭桌上加强友谊。所以这是御厨俱乐部啊，他互相之间交流厨艺，最大的一个目的是通过吃来传递双方的友谊。所以你从这点就看出来，当今世界上国与国之间往来，这个国宴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了。所以现在国宴这个水平呢，就是说一方面尊重客人需要，另外一方面还要展示本国的饮食文化。你像咱们的非洲有个国家叫马里，他展示他饮食文化有时候挺吓人。为什么？上个什么菜呢？说烤骆驼，烤骆驼得多大？不光烤骆驼，骆驼里头有一只羊，这个羊肚子里头有一只鸡，鸡肚子里头有个鹌鹑，鹌鹑肚子里头还有个小鸡蛋。你看这烤的全乎吧？这是马里的风俗。现在世界各个国家主流的这个国宴，基本上就把本民族那些特费事的吃法去掉了，尊重客人需要。我向你展示本民族的饮食文化，也是那些相对简单的。所以这个国宴现在是越吃越简单，一点都不铺张。国宴说起来很严肃，其实是一个国家饮食文化与民风民情的展示。不同国家文化背景不同，饮食习惯千差万别，所以各国的国宴也因地因民族而异，菜式五彩缤纷。那么作为美食天堂的中国，在国宴上拿什么招待客人？
怎样展现我们悠久的美食文化？老梁观世界，舌尖上的外交。那么我刚才说这个世界各国国宴的一些大致状况呢，有的朋友一听可能那他们可不如中国，为啥？他的饮食太简单，美国人能吃什么呀？用薯条、汉堡，再沙拉什么的，再来点牛排、黄油，哪有咱们中国这饮食这么丰富啊？你说想吃什么吧？京川鲁粤、满汉全席、南北大菜，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影、烧鹿鸡、烧花鸭、烧子鹅、酱鸡腊肉、松仁小肚量，你看报菜名嘛，这都体现了中国这个文化饮食方面多了不起。说那他没到中国来，中国国宴比他们排上，是不是这样呢？咱们接着就给这儿说说中国的国宴到底什么样。这个国宴，中国的国宴啊，一方面呢是招待外国友人、外国元首领导人，在国内它也有国宴啊，中国的各个少数民族啊，各行各业的精英分子赶到一些庆典的时候来一顿国宴，这些人天南海北哪儿来的都有。那么饮食习惯五花八门，你想一想，但凡我们说什么就吃香的喝辣的，你吃痛快了，往往都是味儿重的，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啊，你要吃四川的菜还麻啊，不有那么说法吗？叫四川叫怕不辣，湖南叫辣不怕，贵州叫不怕辣。反正这说法很多了。有的东北的菜口味重，比较咸，油还大。江苏那边的菜呢，哎呦，里头包馅里都放糖。各地方风味不一样，凡是这个所谓美味，都是口味往往很重。那有的人就不适应了。那对于很多人来讲呢，你说吃一顿国宴，要这味儿太重，他吃不下去。他有他的饮食习惯，有他的饮食风俗。有些个菜，你中国人觉得非常高贵、非常名贵，但是外国人并不喜欢吃啊，因为这是风俗习惯的问题。所以这个国宴要代表一个国家，它一定是取乎其中，东西南北中，我找一个恰当的点。咱们国宴的主要的菜系是什么？淮扬菜，周总理老家的菜系，这当年周总理定的。说为什么定这个呢？不是说周总理本人就特喜欢家乡菜，而是呢，这个淮扬菜有个特点，咸甜适中，没有特别刺激的味道，比较温和，而且呢，所有的菜呢又熟又烂，外焦里嫩的，所以这个菜呢哪儿的人都能接受，而且味道什么口味都可以，都普遍能接受。所以淮扬菜一直是中国国宴的一个主菜。再一个国宴呢，它有一个过程。原先一开始也是大摆宴席，后来一点点的浓缩到咱们现在说的四菜一汤。这四菜一汤也周总理定的。周总理那时候也是关心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叫礼宾改革了，菜要减，四个菜一个汤。他民间开玩笑说：“来吧，吃吧，四菜一汤充满阳光。”可是您可能不知道，四菜一汤这四菜指的是热菜，不是指凉菜。凉菜不在其中，这菜是热菜，四菜。这是怎么来的呢？咱得给大伙儿必须提到两次有名的国宴，49年一次和59年一次。真火，人人真火滚，沈阳人民真火，今天等你了。1949年10月1日。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招待600余位应邀出席开国大典的中外宾客，而就在受阅队伍身后的北京饭店，正在为新中国的第一次正式国宴紧张地忙碌着。49年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那天10月1号晚上，在哪儿举办的呢？北京饭店。这给大伙普及个常识，这个中国的国宴呢，基本上那个时候就在4个地方。就北京饭店、钓鱼台国宾馆、中南海怀仁堂、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这4个地方，国宴基本在这儿。那是刚建国的时候呢，只有北京饭店有这能力，所以当时的国宴基本上都在北京饭店。49年10月1号晚上，600个人参加的这次国宴，周总理定的菜单，那时候还没有4菜一汤标准呢，周总理定的8菜一汤。这8菜里头呢，除了有一个蘑菇菜心儿是素菜，剩下的基本都是荤菜，东坡肉啊，包括烧鸡块啊、蟹粉狮子头啊。49年那一次呢，国宴之后呢，
咱们陆续呢又招待国际友人呢，那是就是你得热情啊，来了之后吃，就跟咱们现在到饭店点菜似的，就怕客人不够吃，其实之后剩下一大堆还得打包。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普遍认为呢，这样太浪费。毛主席就曾经说过，说外国人到中国来，主要是来看中国的变化。外国人来呢，不是到中国来吃的，所以呢，菜呢不一定得搞很多。所以周总理就定，今后来了呢，就4菜1汤，4个菜1个汤。那么这是49年的事，59年的事也有代表性。1959年9月30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庆招待会，由北京饭店遗失刚刚竣工并交付使用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这晚，我国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举行5000多人的盛大宴会，招待各国贵宾和各界人士。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这不是第二天就是建国10周年大庆了吗？那么这个在哪儿举办呢？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注意啊，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这时候刚刚交付使用，就刚建好，而且这次参加人数太多了，5000人这国宴，你说这任务得多繁重？你看5000人，你就按10个人一桌的话，那叫500桌啊，那可不是个小数啊！宴会厅整个都满了。那么为了准备这次国宴呢，北京饭店的厨子不够使了，当时从什么丰泽园啊这些大饭店调了好多厨子。当时我们北京饭店没有那么多人怎么办呢？就像国大饭店、国大饭馆，去邀请这些有名的厨师。周总理定的菜单一看呢，你说要在这个地方刚完工，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弄那么些热菜做不了，所以上了8、9道凉菜，只上了2道热菜，其中就有这口沫烧鸡块。你看这成了传统菜。就这样，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厨师还忙得脚打后脑勺，有的这个完成工作之后回家休养去了，累得都受不了了。而且更有意思的事是什么呢？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刚盖起来，这个棚顶上啊都是些木质的龙骨，不像现在说钢筋什么木头的。所以周总理问：你们怎么能保证安全？所以总理呢，他是非常注意细节。人们讲这个细节决定成败，很有道理所以总理对这些细节问题都做了很好的安排。最后想个什么主意呢？弄了50个值班人员，就直接蹲到棚顶上。那不龙骨这儿有横梁吗？就趴到这横梁上。每个人弄一件那个面大衣，面大衣上面沾上水，拿那些灶火赶快给它扑灭，形上没有底。所以这是59年那一次国宴里边的一些秘密。现在咱们把它揭开来，你想想都挺有意思。国宴是国家级礼宾工作，是外交工作的先头部队和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国宴成为国宾访问日程中的重头戏，也是增加国与国之间了解、促进友谊和加强合作的关键。所以国宴在国与国外交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国宴在外交上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老梁观世界，舌尖上的外交正在播出。那么这个国宴呢，其实说到底，尤其是对外的这个国宴，招待国际友人、外国元首的，它和政治之间的关联太大，就根本不是吃的问题。你得看来的什么人，谁陪着你吃，你请的是谁，宴席上要达到什么目的。所以往往国宴你看着轰轰烈烈，其实不是菜的事儿，全在人的事儿。那么这种事情呢，在这个中国外交史上不断的围绕着国宴，我们能看出这里边的外交意图体现在哪儿。你像典型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那是中美关系解冻，这是中国外交史上顶级的大事。那么尼克松来访华，当时我们呢没有突破4菜1汤标准，甚至呢还降为3菜1汤，但这个菜都是比较好的菜。你像什么这个2吃大虾呀，是什么鱼翅啊，也都好东西，把尼克松吃的满嘴流油。哎呀，这个中国文化、饮食文化太好了。而且尼克松在那儿不光是吃还喝呢，周总理请他喝茅台酒，把30年窖藏的茅台拿出来了，然后往这杯里一倒，说这可高度数，花根火柴真就能点着，
给尼克松看吓一跳，但喝起来晕晕乎乎，觉得好。在一次宴会上，周恩来点燃了一根火柴，放在装有茅台酒的杯子上，来证明它的可燃性。这杯酒果然不久就燃光了。当时尼克松来中国，这个国宴招待水平那可以说是相当高的，而尼克松本人呢也对得起这国宴。他在美国国内啊练了2、3个月，干嘛练使筷子？所以在中国这个吃这国宴的时候，人说你用刀叉勺子都有，不用，拿了筷子，哪个菜一夹，甚至能把那上面那小豆粒夹起来。总理一看行啊，那可不，在国内练2、3个月了，这说明什么？当时尼克松代表的美国政府对这次中美关系解冻那是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中国方面除了在宴会流程上做了一些细致周到的安排之外，为招待尼克松，更是在宴会上演奏了尼克松家乡的歌曲《牧场上的家》。伴随着宴会上的碰杯声，中美两国关系开启了新的纪元。就在这次国宴举行的7天之后，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封存在中美间22年之久的坚冰就此打破，中美关系开始实现正常化，结束了22年相互隔绝和敌视的状态。因此，尼克松访华被人称之为破冰之旅，迅速扭转了世界格局。所以这也从这顿国宴上能看出来，宾主双方对吃这种重视，其实是对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视。那么这样的事呢，往后再推移啊，国宴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前面说这些中国的建国以后的国宴呢，往往就是我们的菜啊，你看我们有代表性的一些有特色的菜，但是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呢，咱们也一点点跟国际接轨，就是尊重人家领导人的饮食习惯。所以咱们这个菜系上呢发生很大变化，西餐的好多东西进来了，黄油啊、面包啊，这不光小吃，大菜也是。你看2008年8月8号中午，我们知道北京奥运会在这个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招待世界上175个国家元首。这次国宴和以往有很大不同，为啥？来的元首太多，所以怎么排座位煞费苦心。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外交上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平等待人，相互尊重。那么究竟用一种什么方式才能让5大洲的各国元首和政要们不分尊卑，比肩而坐，促膝交谈，使整个宴会成为一个平等交流的平台呢？2008年8月8号这个国宴排座位上就下了很大功夫。主桌胡锦涛主席坐这儿，左手边呢是自个儿的夫人，这是国际惯例，自个儿夫人坐旁边。这边呢，奥运会主席罗格，奥运会吗？你把人排到那儿。罗格旁边谁呢？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在旁边。那么这一侧呢，俄罗斯的总理普京。你看，俄罗斯、美国，世界上2个大的国家，一左一右，这就看出来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来了。然后第二桌，温家宝总理坐到主位，这边是谁呢？澳大利亚的总理陆克文。一个澳大利亚本身和中国之间贸易往来多，再一个陆克文是世界各国首脑除了中国人以外唯一一个能流利的说汉语的。你看显得跟我们近吗？这是关系好就得搁到一边。这边呢是越南的主席，这阮明哲是怎么回事？象征着我们睦邻友好。我们不仅有大国外交，不仅有经济外交，还有这个近邻的外交、地缘政治，我们很重视我们的邻居。所以你看这个座位排的是非常讲究的，它直接表达了中国当时的一些外交意图。所以说这个吃国宴呐，那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那里边很复杂。这国宴也是不在于吃啥，而在于谁陪着你吃，把你放到哪个位置。那么今天有人说，老梁你说这么热闹，国宴这咱们什么时候有机会尝尝啊？你也有机会。现在的人民大会堂呢有一个菜系就叫唐菜，糅合南北各个菜系的特长，他们也走向市场经济。那么说你可不可能在人民大会堂吃呢？也能，因为2005年开始人民大会堂就搞过慈善晚宴，就是国宴。当然你得捐钱，愿意奉献爱心，你可能就有机会吃到国宴。所以说这国宴呢也不像以前那么神秘了，咱们现在更多人也都了解它了。如果你努力工作去赚钱去，而且还热心于公益慈善，你就有可能到人民大会堂来吃上这么一顿国宴。
反正我这也是该说，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什么滋味，我也想去吃去。